在《甄嬛传》中，四旦儿与甄嬛从相遇到最后成为母子，二人之间的感情究竟是如何变化的？他们之间真的只是塑料母子吗？今天我们就来细说二人感情变化的细节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四旦儿，他是大胖菊一次醉酒时与宫女李金贵有的孩子。其实一般宫女被宠幸后，胖菊若是喜欢，就可以封为官女子，也是个正经的小主。但是李金贵貌丑，皇上醒酒后看见这样的李金贵，当然喜欢不起来。他又出身低贱，所以就算他为胖菊生下皇嗣，一直到死，也只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宫女。有这样的身世，四旦儿当然不受宠爱，常年被丢在圆明园中自生自灭。而四旦儿与甄嬛的第一次相遇就是在圆明园，当时皇上带着后宫众人到圆明园避暑，咱们四旦儿此时还小，但是却十分聪明。他知道后宫娘娘们来了，就站在湖边背书，想吸引娘娘们的注意。果然就恰巧被华妃看见。华妃在之后面见皇后时，就用这事儿一阵儿阴阳怪气。方才我过来的时候，看见四阿哥在湖边背书，那书背的可比三阿哥顺溜多了。这很明显是四旦儿有意为之。四旦儿从小就被丢在圆明园，宫中都是一些墙头草，就算清楚四旦儿是皇嗣，但是觉得他不受宠，当然不会对他悉心照料，指不定还会有人欺辱他。四旦儿一定从小就感受到过人情冷暖，但是他却没有自暴自弃。他知道自己生母早逝，只能给自己找过一个养母，所以他才会在嫔妃面前表现，之后还去找了皇后。秋姑姑，我能向皇后娘娘请安吗？简秋自然拒绝。娘娘刚歇下了，他还特意去殿外跪着求见皇上。阿哥在日头下跪了大半日了，先回去吧，仔细中了暑气。甄嬛偶然看见后于心不忍，就吩咐苏培盛给她送一碗莲子羹解暑。阿哥怕中了暑气，等一下烦请公公为阿哥送一碗莲子百合解暑。四旦儿也因此知道了这位婉嫔娘娘，就特意在园中偶遇她。儿臣给婉娘娘请安，婉娘娘万福金安。张嬷嬷，这位是婉贵人。甄嬛见四旦儿礼数如此周到，对她印象一定很好，然后四旦儿就顺势卖了波惨。五阿哥有他的额娘，我没有，我额娘身份低微，被人瞧不起。甄嬛当然对她一番安慰。我虽不知你额娘出身是否卑微，但父母爱子之心人人皆是，别人如何轻贱你都不要紧，重要的是你自己别轻贱了自己，来日别人自然不敢轻贱你分毫。可以说四旦儿这样在嫔妃面前露脸是有自己的私心的，但是从第一面起，甄嬛就给了她关心与尊重，这对于四旦儿来说一定十分珍贵。甄嬛与四旦儿第二次见面，四旦儿就送给甄嬛一个自己编的草环。娘娘，这个给你。甄嬛还应允四旦会带她去见胖菊。你想见你皇阿玛，我带你去见就是了。只是今日你皇阿玛正在和前朝几位大人说话呢，怕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。要不你先回去，等皇上有空了，我叫上你一同去见，好吗？这对年幼的四旦来说，可以说是深宫中为数不多的温暖了。四旦是个不受宠的皇子，甄嬛这样对他好，也断断不可能是出于利益考量，纯粹是因为善意。所以对小四旦来说，甄嬛就是他在宫中仅有的亲人，自己不得胖菊看重，皇后与太后更加不关心自己，只有甄嬛对自己好。所以就算甄嬛之后离宫，他还是时常会去碎玉轩看看，还遇见了大胖菊。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大胖菊见了问他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四旦回答：从前婉娘娘对儿臣很好，儿臣知道婉娘娘惹皇阿玛生气，皇阿玛恕罪。当时甄嬛生下胧月就离宫，胖菊对甄嬛生气，还下令宫内不许提及她的名字。公主的额娘只有一个，再无旁人。这下六宫皆知，胖菊对甄嬛厌恶至极。可就算如此，四旦还是为甄嬛说话。由此可见，四旦这个时候对甄嬛是真心的。有很多人认为，四旦是故意在碎玉轩门口说这一番话，以此来博得胖菊的喜欢。但是当日是胧月生辰，四旦怎么能提前预料胖菊的行踪？就恰巧等在碎玉轩。四旦常年待在圆明园，当然不清楚胖菊对甄嬛是怎么样的感情，只会认为胖菊对甄嬛已经厌恶至极。既然如此，他要是真想讨胖菊开心，怎么还会在这风口浪尖为甄嬛说好话？所以这次遇见应该纯属偶然。四旦也是真心感恩甄嬛。而在甄嬛回宫后，二人的感情就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当时甄嬛刚刚回宫，四旦就忙不迭地去给甄嬛请安。儿子给额娘请安。
可见对于甄嬛这个额娘，四旦也是打心底里喜欢。这天，四旦与甄嬛一起吃早饭，小允子却来禀报了一件事儿。妹妹皇帝苏在新贵人那里时，启嫔便想尽法子把皇上请走。甄嬛与瓜六素来不睦，四旦听完这事儿的时候颇为不忿，就骂了一句蠢货。甄嬛听到这句话，疑惑问道：什么？大家可以仔细看看甄嬛的表情，她显然也很吃惊，当初那么谨小慎微的四旦，现在怎么不太一样了？四旦回答：儿子恭喜额娘，那个蠢货是替额娘在宫中立威铺路呢。于是甄嬛说道：齐妃既然说梦言，那本宫就赏一壶糙米薏仁汤给她。四旦还在旁边添油加醋，记得要拿5个海碗那么大的壶，齐嫔的梦魇要紧，也不必煮熟了，滚了就拿过去吧。其实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，甄嬛与四旦不算熟悉，二人之间不再像当初那样简单纯粹，这其实也合情合理。毕竟四旦长大后一定会有自己的盘算，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孩，而甄嬛也不再是那个情窦初开的女孩。她这次回宫是为了报仇，所以这样的两个人多年后在宫中重逢，因为缘分成为了利益共同体，其中就算有情谊，在各种利益交织冲刷下也不剩几分。更何况四旦也不知道甄嬛到底想不想帮自己上位，毕竟甄嬛还有一个六旦，而六旦深得大胖菊喜爱，所以他与甄嬛利益相通的同时又有利益冲突点，谁也不敢对彼此交付真心，所以四旦之后才会刻意问甄嬛。可是六弟是额娘亲生的，皇阿玛也最喜欢，所以他会，只要六弟当了皇帝，儿子就高兴了。甄嬛回答他：你六弟还小，而且额娘也不喜欢他当皇帝。我朝的天子只有贤能者才能胜任，明白吗？这就是在说甄嬛无意为六弟争储，只希望四旦好好用功，成为贤能之人，这就让四旦稍微放心。但是他也还是不清楚甄嬛是否有意帮自己登位。而在甄嬛小产后，他对四旦说过一番话：有皇后一天，三阿哥就有登基之望；有三阿哥一天，皇后就多重依靠。这就是在告诉四旦要他早点除掉三旦，这样一来四旦就明白甄嬛想让自己登位。在除去三旦后，四旦终于成功登基。之后他又不免担心日后六旦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于是特意来试探甄嬛的心意。儿子读郑伯克段于焉，见郑国之祸，皆因姜氏宠爱幼子，苛待长子而起。儿子心想，亲子尚且如此，若是养子，又该如何？甄嬛当然明白他的意思，于是回答：鸿雁是哀家幼子，又曾被先帝易处。如今鸿雁已经长大，若是外头再起闲话动摇江山，岂非是哀家的罪过？所以哀家想请皇帝同意，让鸿雁入祀果亲王一脉。这就正合四旦的心意。皇额娘思虑周详，儿子自然允许。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情节，认为四旦不知感恩，甄嬛与他不过就是一对素良母子。但是四旦已经身为皇帝，不可能不去疑心这些。他这样直接与甄嬛说清楚，也是为了避免日后与甄嬛彼此猜忌，徒生事端。至少四旦对甄嬛从未言行不一过。可以说在甄嬛回宫后，正值立储之际，宫内暗流涌动，甄嬛与四旦都已经不是从前那单纯的模样。甄嬛回宫是为了复仇，四旦也开始谋算自己的未来了。这样的利益交织之下，二人也难以再亲近。但是他们当初却对彼此都有真心，即使最后彼此试探，也并非全是利用。